大家好，我是阿聪，今天来聊聊夏天酷热天气要如何训练呢？随着夏天的脚步慢慢靠近，天气也逐渐转热，气温动辄30度以上。另外，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，湿度也相对较高，加上夏日艳阳高温烘烤，想要进行长距离耐力课表，也都会受到影响。那如何维持跑步习惯，兼顾训练品质呢？以下3点建议提供参考。第一，训练可以换心率配速，而非速度配速。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，会发现相同的配速，心率会比之前天气较凉时的训练还要高，也更容易因心率过高导致提早掉速。这时换心率配速来当作跑步依据，例如有氧训练，按有氧心率，最大心率的60到75%来作为训练依据，更容易顺利完成课表。第二，课表内可以增加中短距离速度练习。夏天温度高，不适合长距离训练，很难从头到尾都保持相同节奏。这时可以加入中短距离200到1000公尺间歇跑速度练习。无氧训练对心率影响较小，因为每组运动持续时间较短，所以体内热量积蓄也较少，有利于完成更高质量的速度训练，更可以强化中短距离的速度。第三，可以部分时间转换其他训练项目。夏季跑在河滨或操场，没有树木遮荫，实在很难受。这时可以考虑部分时间转换其他运动项目。一、越野跑训练。越野跑场域通常海拔较高，相对比平地凉爽一些，而且山林中遮蔽率较高，可以减少曝晒的时间。另外，越野跑地形有上下坡，可以训练到心肺功能与肌耐力，而不规则的路线可以训练到踝关节稳定度和脚底的小肌肉群。二、跳绳训练。跳绳所需使用的场地较小，也可以随时随地训练，能有效锻炼到大小腿肌肉和脚感，还有上肢力量和耐力训练也都有帮助，对于心肺功能增强的效果也不错。三、自行车训练。骑自行车对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肌力很有帮助，如果是骑山路的效果会更好，当然对心肺功能也是有帮助。以上3点夏日训练建议提供参考。当然，除了训练上的安排，另外选择更早起训练，增加补给和补水的频率，穿着轻薄、透气排汗的机能服饰等，也都是可以减少夏日炎热环境下训练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与伤害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